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慢慢在插旗，他都没有讲一句话。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直接拦油轮。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螳螂可能是美国啊，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所以这个你说它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接下来特别关心到，川普已经下令要炸委内瑞拉了。现在说法呢是 CIA 是幕后的黑手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同步现在卡位在拉美国家，美国后院全面起火。赶快来看到川普在12月29号最新证实的，他说呢，美军呢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一座大型的设施，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做运毒的动作，在他们把毒品装载到船上的码头区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说他很清楚是谁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说是谁。好。CNN 怎么说？他认为这可能是 CIA 对于委内瑞拉一处港口设施发动用无人机所做的一场空袭行动。这个是美国接下来要陆上作战针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前兆吗？这一系列的动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重兵部署在委内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这个福特号航母，还有 F-35等等。到底何时可能真的会动手？川普的进攻计划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极限施压，直线施压逼马杜罗下台，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卷铺盖，想办法找个地方就交差了事了。这个如果极限施压没有逼马杜罗下台，那他现在就希望美国是希望经过极限施压，他内部推翻。那内部推翻呢？那有没有这个内应够不够，力道够不够？马杜罗会不会因为被推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就马杜罗就除掉了？因为马杜罗是反美政权，美国希望有个亲美政权，所以也断了马杜罗的这个我们讲的金源，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他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让你不要外销。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是这个样啊。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毕竟这个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动武就会有风险，因为美国只要动武，美国一定会损兵折将。不可能，美国海豹队一个完事而归，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不可能的嘛。双方都会有交战，一定会有损失，只是人数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内部的压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美国现在直接这个3步走，这3步走会走到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还停留在第1步到第2步之间，还没有到第3步。那现在一直在直线施压，对他的炼毒厂炸。他感觉为什么不对军队炸呢？就炼毒厂啊，他没有对炸军事目标啊。那逼这个极限施压，看他的内应够不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因为马杜罗掌控了委内瑞拉的政权3年了，对，3年的话，各种的布局、布阵、布势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这个不流血，让马杜罗下台，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拖了4个多月，还有这个状况吗？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还有多少的要愿意付多大的风险跟多少的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美国可不可以达成这个任务，就会达成他的这个目标？我认为目标不是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风险跟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问题。好，现阶段为主，这个美国还是持续的做极限的施压。那针对于这一场行动，也有在解读说，到底是 CIA 做的，还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做的？那今天川普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因为他说是弃毒行动嘛，还是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又怎么看？如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美国对委内瑞拉要什么？2个，要石油，制造石油的控制权；第2个，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后门当中，它要能够把握。真正的核心是这些东西啦，就 CIA 弃毒，这些都是门面的部分说法。但如果刚刚将军所提到的，但已经4个多月了，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航空母舰都到那里，还不止1艘，
那到底他忌讳什么？为什么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认为是主要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刚刚讲，其实美国在衡量这个代价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有所犹豫。对，因为最重要犹豫什么？如果美国是我把你攻打下来的部分就变成我的领土，那也倒罢了。美国就是一个讨厌治理的人，他只要好处，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换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现在熊熊的把现在委内瑞拉的部分整个领导班子拿掉之后，可能人家一乱了，他其实石油也不见得拿得到。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难搞，第二个部分还是来在于背后中国的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军事同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里头的很多石油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投资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现在对委内瑞拉并没有发布撤侨计划，就比方说这个情势，中国还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当中有个潜在的这个国际的部分的拔河或国际的这个部分拉扯。我举个例子，巴拿马运河，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拿回来要出兵等等，到现在呢？巴拿马也说我会配合美国，1年了下去了，李嘉诚的党还没卖掉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大陆还是紧紧的控制，不轻易的撤退。也就是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自己长久以来布局，不会因为美国的威吓就有所影响。而这个当中的人事实地物的变撒在里头，究竟有多么浓密？其实美国当然会知道。我认为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没有轻易动手。背后还是有中俄跟美国之间的大国在台面下我们见不到的，包括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确实哦，在这一场的行动当中，美国忌讳的为什么不打的，还有这个中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们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长期的买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德国之声的分析，他说目前委内瑞拉仅占大陆石油4%，但是呢，确实还在持续的数字上升当中。12月每日进口大约是6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那你说这数字没有很高，为什么大陆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有3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就是强化大陆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会再被西方持续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国的后院持续的卡位。那同一时间，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学者这样分析，委内瑞拉危机是自古巴危机以来，美国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务当中直接跟俄罗斯来做协商，所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反而替大陆制造了独占委内瑞拉石油的一个机会吗？委内瑞拉是否成为这个普丁手中的活棋？因为它可以趁此来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来制衡川普。怎么解读，干哥？没有，我跟你讲，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很简单，今天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对不对？但是美国还是认为说，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罗斯谈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第一次要，也不说低头啦，第一次要说，老哥，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你在扶持的，为什么？2013年老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有一个瓜伊多，美国支持的，在国会大选临时大选中得胜了，美国要支持他的胜，可是后来马杜罗强势介入，马杜罗老实讲，那个时候马杜罗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美国人就很讨厌他了，不是川普讨厌他而已。所以川普是这个多年的仗做一次报，但是川普想得更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讲螳螂可能是美国捕蝉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一个什么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讲了很多次了。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吧？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你把北海布伦特拿来比都可以，你把南极还不知道拿来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蕴藏是在南美的委内瑞拉，3000亿桶。中国当然要赶快，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赶快把什么那个通信还有那个通讯器材、家电器材都卖给委内瑞拉。所以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没有讲一句话，慢慢在插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说你委内瑞拉，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的眼中钉，对不对？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跟圭亚那的这2个国土的交界边缘发现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讲，这个油藏一定要美国来控制，不可能再让委内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我跟你讲，没得讲，你只有下台。
你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枭而已，我连邮轮都会拦下来。为什么？邮轮拦下来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因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们美国运作已经被我冻结资产了，现在我直接拦邮轮，所以这个你说它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个失败的行动——猪猡湾入侵事件，谁主导？就中情局主导的啊！中情局训练古巴人怎么样去打你们的卡斯楚，结果一败涂地。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关心到，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0,000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像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了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
是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这总储备已经到了7412万盎司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存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存储这些黄金，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尚志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2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大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我这样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2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2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2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
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也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2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得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都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是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不够？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这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就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那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不知道？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个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确实今天是耶诞节，本来应该是耶诞节，但是在美国却如此的不幸，是耶诞节崩了吗？因为尤其美国在消费、房市、就业三线失火，现在呢，根据统计，美国有50万人都是住露营车来长期过夜过冬的。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则是改变了它的经济的战略哦，连12个月是默默的囤黄金，是为了什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确实哦，今天耶诞节对于美国的部分家庭来说一点都不平安。10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对于耶诞节礼物啊这种全体的消费可以说是大降温，尤其在哪一些族群呢？18到28岁的年轻族群啊，他们在耶诞的这个购物上面支出直接大减了30%，就是因为对于经济接下来非常的不乐观。另外，整体做了一个统计，每位消费者在今年呢，光是圣诞节的支出就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减了1552美元的一个金额。那尤其现在更是受到川普关税战的影响。我们看到耶诞的商品，因为要课了这个进口的关税之后，所以呢，它的这个进口量，耶诞商品进口量年减幅高达了25%。尤其这个最热门商品，也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圣诞树哦，中国大型人造耶诞树现在价格进口到美国高达了500美元，换算新台币，一棵树竟然要1.5万元呐！美国当地制造的耶诞树的价格更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达到了3倍。好东西都是变得这么的贵。今年美国的耶诞节很不一样哦，因为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通膨问题，所以呢，大家竟然开始掀起了新风潮。改买2手的礼物来当耶诞礼物，2手玩具、2手珠宝，甚至2手的精品，成为今年耶诞节的新风潮。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家是美国的2手零售商啊，他就说，光是过去3个月，我们现在销售额竟然不减反增啊，一口气暴增了，大约达到了10%。还有呢，这位是住在洛杉矶的36岁的女子哦，她这样说，她说，今年呢，我还是想要耶诞节的时候买精品给我的母亲，于是呢，我就去了2手商店买一个Coach的2手包包给她，价格是125美元，一定得买2手的，因为新包实在是太贵了，买不下手啊。所以今年耶诞节，美国人省着过，到底是短期的通膨压力，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结构性面临消费降级？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观念了，省着过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人的生活会有省着过的概念。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连冷气一开，整栋大楼啊，他坐中间一层，美国人都是大浪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里面的话讲的问题非常有趣哦，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其实讲起来，你刚刚讲到那个2手的 Coach 啊，我对精品的懂一点，在欧洲待的久啊，这个 Coach 算是精品当中最便宜的啦，大概已经最好的 Coach 大概就是就不得了了，大概就是300-400块美金了，这个大概就可以买了新的。所以为什么连 Coach 都要买2手？这个表示美国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问题的话呢，分成3项。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赚钱是很难的。美国人想赚美国人钱，中国人到美国的话呢，原来我们只听过成功的故事，什么黄仁勋啦，或者张忠谋什么的。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困难。大家不信的话呢，到纽约看看法拉盛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求生存的因为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非常小气。第二个，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关税的目的就是说把人家东西弄得很贵那么这个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关税是依照川普来的，太突然了。美国人是不存钱的，你要了解美国人的理解是认为说是富豪就是能够欠人家钱的，到银行贷款。所以美国人话呢，打完拳击就是那种超级几百万、几千万的别墅住子就是因为人家会贷款给你，表示你未来有前途。所以美国基本上欠钱的。那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诞树为什么卖到15000台币？事实上以前的话呢，我觉得圣诞树大概150就差不多，为什么差100倍呢？原因就是那是美国制造的，是任何的 Made in USA， 你算美国人的成本、美国人交通运输以及美国人临时在这边的投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经济。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其实就是透明，货畅其流，人尽其才所产生这个结果。美国现在一般人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川普上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都会按照这种情况来发展的。大家只要看到美联储一直迟迟不肯降息，就是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光是耶诞节哦，民众是消费力大降级。不仅仅现在是整个耶诞节，我们来看到，如果宏观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我们从3个方面来做解读，其实也不乐观。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房市在翻车，第2个是人民住不起房子，现在往车子里面露营车住露营车的数量竟然暴增。第3个就是就业持续的走衰。好，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讲的第一个，房市不景气，房市翻车，经济火车头。尤其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显示，10月份全美53%的房市估值都在下跌。包括了哪一些地方是重灾区呢？现在预估看起来整体是落在美国的西南部还有南部地区。其中几个地方重点城市，像是我们看到丹佛这个预估的房市估值下跌了，竟然高达了91%。好，南部的奥斯汀89%，Dallas 跟凤凰城更是高达87%。所以呢，住不起房子的话，现在房子看来薪水也不够，所以他们就住到了这个露营车了。那露营车里面，这个是来自于露营车产业协会做的预估，现在全美48.6万人长期住在露营车里面，这不是真的在露营是因为真的现在住在房子里面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个数字更是创下了2021年的2倍以上。而且这些人1/3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家庭住露营车的，这些人大部分的年收入在美国是低于$75,000的。刚刚讲了嘛，不仅仅是在房市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失业率，美国11月的失业率是4.6%，数字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这是美国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呢，我们来看到它也在持续的调整它在经济上面的战略，这一回进行的叫做去美化战略。光是统计到10月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黄金储备7400多万盎司已经连续12个月都是增持黄金的，采用的方式是低量多次，慢慢的买进。10月黄金价格一度冲上了$4294。请教干哥怎么看？中国持续买黄金去美元化，会是在为下一轮的金融动荡做提前卡位吗？为什么大陆要一直买黄金？它的策略是什么？到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量达到7409万盎司那这是什么概念？我告诉各位，就是大约等值于30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是你看得见的，实际上绝对不止这个数。因为国际金融专家也讲说，到底中国有多少黄金啊？我们说句实在话，没人说得准。但是你可以知道荷兰的黄金储备，你可以知道德国的黄金储备，你甚至可以知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它的那个储备量台湾的你也知道，中国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大概7400多万盎司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多买黄金，但是呢，它平均多少？你知道？平均一个月买3万盎司跟那个7000万比起来是9牛1毫嘛，对，你感觉不出来，对，所以它不会造成东南亚附近这些国家的金价的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它就是不要波动，但是它把黄金当成战略储备物资在进口，所以它慢慢的买，而且为什么你知道？它在关税的贸易战还没开打之前，它就开始买，为什么？他已经看到了，川普你要大搞是不是？你要大搞，我告诉你，到最后最稳当的就是黄金，而且他们知道说这个黄金储备你要就是不动声色，让大家没有感觉，温水煮青蛙，所以他是慢慢的买到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金价有一段时间高达$4290嘛，然后还有一阵子还听说还有到4380的，现在已经回来了啦。可是我跟你讲，国际这个金融专家已经讲了，可能到了明年会到4700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问那我们散户能不能买黄金？其实我们来宾不能告诉你答案，只能告诉你说，黄金它一直在走阳，可
可是你如果走得太快或走得太高的话，对于这个国际全球的贸易市场不是太好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说它是不是投资的标的，我们不能够给答案，我们只知道说，中国不断在购进黄金，而且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你知道购自哪里吗？绝对猜不到的。它购自俄罗斯啊，俄罗斯国家银行拿来卖啊，为什么？因为对不起，战争准备，战争快打完，还没打完，没办法，再拿黄金出来卖。你知道俄罗斯现在最近卖给那个大陆的那个黄金啊，去年只有2亿2300万美金，你知道今年多少钱吗？去年听清楚，去年2亿，今年19亿美金。那你想想看，俄罗斯拿出这些黄金出来倒，自己也很心痛啊。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战略因素，它要支撑卢布，不能让卢布崩溃，所以说它必须要拿出来卖。然后呢，跟大陆的这个黄金交易还是持续在增进之中。当然，习近平也有相对的这些优惠的措施给俄罗斯。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战略布局早就放在前面了。对于黄金的储备，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而且回到我刚刚讲，到底有多少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晓得说，在大陆它的整个的国家的政策上面，对于黄金它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它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因为国际的经济局势走衰，它就没有可以支撑的稳定器。黄金就是最好的一个商品。好，谢谢干哥。那我们再回到说，刚刚也提到了嘛，美国的经济问题。刚刚说这个房市预估值，全美53%房市预估值都在下跌，同时呢，就业数据表现不好，再加上消费同时降温，还有50万人住进露营车里面去，美国经济还有办法软着陆吗？那这个50万人住露营车的数字要不要担心？委员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要软着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家不要看别的，就光看川普在12月17日，他在这个美国的新闻联播的黄金时段发表了一个18分钟的讲话。通常美国总统在这个岁末年终会忽然之间在黄金时段针对全国这个美国人民来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要发动战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遇到重大的冲击跟伤害。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在想说，川普是要打谁了呢？忽然之间把这个时间这个 book 下来黄金时段他要自己出来讲，就没想到川普自己出来讲了18分钟，这18分钟不断的在解释说他为美国经济做了什么不断的这个在跟大家保证说他将来还要做哪些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川普这个面色凝重，不像过去这么从容悠哉的然后这个快速语速急速的在18分钟之内把这个话讲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川普的焦虑了。他的焦虑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民调已经跌破这个4成了，只剩下3成多，有的说他只有3成5了，有的说他3成1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要进场来救民调所以很显然的，他那18分钟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做信心喊话。但是这种信心喊话恐怕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了。坦白讲，我是很喜欢川普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川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救星所以我一直希望他留在那个位置上。那我当然希望说他还能够赖在那里就是说他不能够那么快走啊。那么因此我要讲说，可是美国现在情况真的很糟。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房市下跌，各位知道房市下跌马上冲击什么？马上冲击银行。因为美国的房市很少人是拿现金一次买完的，都是贷款的。当房市不断的下跌的话，各位知道那个抵押品的价值就在跌了，跌到了某一个点，对银行来说，它就要断头嘛，它必须要保住它的资产。它如果没有保住，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它就等于是会造成银行的冲击啊。所以如果房市在持续的往下跌下去，美国一定会有很多银行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贷款它收不回来了它的抵押品已经这个不符合价格了，或者你就逼着美国的人民，因为他被银行催缴，他必须把房子卖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么多人要去做露营车了银行体系从 local 一直到 global 这个到全国，到这个 national 到全国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路的延烧上去的就是说你从一点一点的慢慢扩大下去的话，你最后就会造成一个很难以收拾的状况。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就业，失业率美国现在在上升，
一点都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整个的产业结构，所有的这个人力配置都开始重新调整。不只是传统产业，因为受到了 AI 的冲击开始裁员。我说过，连高科技产业裁人都没有手软哦。对，美国的5大 AI 巨头都在裁。Microsoft 的裁了上万人，这个 Amazon 要裁3万人，现在裁了快15000人了，每一家都在裁。他裁了状况就是造成说，如果连高科技都在裁，传统产业也在裁，那当然美国的失业率会一直不断的上升啊。不要讲别的，光讲我们自己数字王国这家电影视觉特效公司，我最近就拍板说我们要裁全美，我们要裁30%到40%的人，因为 AI 的出现之后，对每个产业都造成了冲击。我的人力需求没有这么高了，我不要负担这么重的人力成本的，所以失业率要下降很难了哦。那再来，你 CPI 就是通货膨胀开始不断的往上升。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数据说，买一个2手的 Coach 包包要$125，$125我都快要吓死了。就是如果有去过美国的朋友就知道说 ，Coach 在美国的 Outlet 其实不是一个很贵的品牌哦，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 Coach 都是扫货的嘛，大概来就开始扫。日本这个观光客早期最喜欢 Coach， 就一去就是整个都把它扫走了嘛。当然，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Michael Kors 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品牌，但是 Coach 基本上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一个2手的东西要卖到125，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天价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它不是奢侈品的问题，它的民生必需品，它的价格也在涨啊。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你的失业率上升，当你的 CPI 也在上升，你就是被判了双重的这个夹杀了，死刑了。就是对美国的 Fed 来讲，它通常要不要升息，它就是看这2个数字嘛，失业率跟 CPI。如果失业率上升了，代表经济量能不够，它必须要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上来。如果 CPI 太高了，通货膨胀起来，代表市场的资金太多，它必须要把钱抽回来。但是如果这2个都上升的时候呢，它就两难了。我究竟应该放钱还是不该放钱呢？那如果再加上房市开始下跌，银行头寸越来越紧，那我不得不被逼的再放更多的资金。所以你看到联准会最近宣告什么？他宣告美国接下来还要再升息，这个降息1码，等于是再降1码，再放钱进市场。同时 ，Fed 准备要去买400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各位知道，对这个联准会来讲，他去买短期公债代表什么？他拿什么买？他当然拿美金买，所以代表说他又在投400亿美金到市场里了。所以这个市场已经通货膨胀了，钱已经太多了。然后你现在再降息、再投钱，那你这个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我要讲的说，对美国来说，它要软着陆，恐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么当然还是回到我先前讲的啦，我是希望川普能够顶得过去啊，因为他毕竟还有1-2年的时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川普同志要继续努力啊。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